下去，下不去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弟弟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这一次的视频非常好玩，我想给大家讲一讲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咖啡，叫 Liberica，可能发音就按这个发音吧。它的中文名叫赖比瑞卡，还有什么赖比利卡之类的音译。Liberica 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咖啡豆的品种，它其实不是我们平时说的那种 variety 那种品种，像 Geisha 啊、Heirloom、卡图拉那种，它是另外一个大的品种。比如我们最常听到的阿拉比卡咖啡豆，然后其次是罗布斯塔咖啡豆，然后其实还有第三种，就是 Liberica。这个豆子的产量非常非常低，好像不到1%的产量。而这一次呢，要感谢我的好朋友 Alice 从马来西亚给我寄来了他们马来西亚的土特产，是土特产，不要打我。他给我寄了3包，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就写了赖比瑞卡。其实这个咖啡是一个叫做 My Liberica 的一个 specialty coffee， 在马来西亚的咖啡店自己种植、处理以及烘焙的咖啡豆，我觉得真的还蛮有意思的。这3包分别是3种不同的处理方式，我有一个水洗的，这个 Peaberry 是蜜处理，然后这个 Jackfruit 是全果日晒处理法，它们非常好玩。比如说这个菠萝蜜，它写的味道是菠萝蜜、荔枝、黑莓、山楂、红枣、龙眼干风味、甘草与黑茶语令果汁般醇厚度。哇 ，sounds very delicious。然后这个圆豆 Peaberry， 它写的就是黑莓、蜂蜜、坚果余韵、顺滑醇厚度。然后这个 washed， 寄到的时候，这个 washed 并没有一个厚的纸壳，它就是一个贴了一个英文的一个标志在这里。这个水洗的，它上面的风味是青柠檬的酸和甜，然后有柠檬皮的味道，有一点点甘草和黑茶的尾韵，然后它是一个很顺滑的道理。这个翻译真的是我给0分。我刚把它们拆开的时候，特别是这个菠萝蜜，那香味真的是扑鼻而来。它那菠萝蜜的味道真的很重很重，热带水果的风味。当时我把它们打开的时候，真的是惊到我了。它这个豆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豆子。而且它的密度很低，它很轻。我跟同事去喝咖啡的时候还比了一下，把它和 Geisha 还有一个 Ethiopian 的一个品种，包括一个小小的 Peaberry 的豆子放在一起比了一下，哇，真的是同样都是咖啡豆，为什么差别就这么大呢？说说它们的味道吧，它们的味道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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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有意思。我从来没有喝过咖啡是可以是这种味道的。菠萝蜜全果日晒处理法，中培。其实我刚开始喝这个咖啡豆的时候，我自己个人是非常不能接受这个味道的，因为它喝起来就非常非常像我平时晚上喝的那种低咖啡因的茶，有一些我踩雷的时候买到一些带了甘草的，对，就是那种让我觉得有点恶心那个味道。但是其实喝多了就还好，可能在喝桂圆红枣茶。我觉得这个多喝几口其实还就习惯了，就还好。真的还蛮洗脑的这个味道，我觉得完全没有苦味，这个豆子基本上就是甜味和果香味，酸度也非常的低，所以它主要这个豆子就是甜，完全喝不出来这是咖啡，感觉就是茶。Anyways， 我们试下一个吧。这个的果香味没有那么多，它的那些酸味会稍微出来一点点，甘草味没有那么重了，没有什么苦味，然后喝起来是茶，完全不像咖啡，甘草味也还是有的。这几个豆子它们的那种 aftertaste 一直回荡在你的脑海，一直在你的嘴里，就回味真的是太悠长。说一说他们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吧，他们让我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甜，如果只是单纯的阿拉比卡咖啡豆，就是不可能有这么甜，对，而且它那个甜是属于那种甘草的甜。如果你很喜欢喝甘草味，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很喜欢喝这个咖啡豆。日晒和蜜处理的几乎是喝不到苦味，即使我用的都是98度的水温在冲它们。然后它们的酸度很低，但是水洗的这个的酸度是很明显。水洗的闻起来就没有那么多其他的奇奇怪怪的味道了，基本上就是咖啡的味道。但也不太像咖啡的味道，还是茶。我觉得水洗的更正常，它也还是有甘草的味道。但是它的酸味是这3包里面最多的，很明显的酸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一杯喝了菠萝蜜，它们有类似的味道，但是那个类似的味道一直就会停留在我的嘴里，
挥之不去。我刚刚喝了菠萝蜜，然后即使我喝水洗的豆子，即使我喝水，它也会回到这个菠萝蜜的那奇怪的回甘上面，非常非常的洗脑。我觉得真的可能会有蛮多人喜欢喝这个呀，因为它甜，它不苦，它很顺滑，不管你怎么冲，你应该也不会太能够把它的苦味给萃出来。总的来说，它真的是一款甜到要爆炸的咖啡，特别是中间这个日晒的这个豆子，它的那个甘草味特别特别的重，它的甜味特别的高。然后中间这个蜜处理的，其实它就还算是没有那么多甘草味，我觉得可以接受。然后这个水洗的话，它的那个就是亚洲咖啡产区比较 earthy 的味道会出来，然后它的酸度有，我觉得也还好。所以我个人的话可能会最喜欢这个 Peaberry。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还是蛮神奇的。我跟我的咖啡小伙伴们也去分享了这个豆子，有些人觉得它挺好喝的，觉得就它就是茶，很甜很 smooth， 他们很喜欢。然后还有一些人就跟我一样，就是不太能接受。但是其实我又多喝了几次以后，我觉得其实也还是能接受啦。我不能说我很喜欢喝它们，但是至少它们没有很难喝，对我来说。我在用我的 Fellow Old 磨它们的时候，这豆子是下不去的。喂 ，Oh my God！ 下去。之前一度还有我的磨豆机坏了，然后后来发现是因为它们的豆子太大一颗，而且它们真的很轻，它们没有那种往下拽的那个力，所以导致磨豆机经常会空转，你就会看到豆子在那个豆仓里面一直在那转，一直在那震，可是又下不去。我就要一直用一个长柄的那种东西，慢慢的去戳它们，或者就是让它们关机，然后改变一下它的位置，然后再开机，所以挺麻烦的。就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磨豆机居然豆子下不去的情况。可能 Fellow Old 当时没有考虑还有人会用它来磨 Liberica 这种豆子吧。我在想，如果马来西亚的咖啡厅，如果你用 Liberica 的话，是不是大家就不用 Fellow 了？可能哦，这个现象很有意思。其实我还蛮推荐大家都去试一试这个 Liberica 这个豆子的。我会把这个咖啡馆和这个豆子相关的信息放这个视频的下面，大家可以点开来看一看。对了，反正就是蛮有意思，给大家分享看看。如果你们之前也有喝过这个 Liberica 这个豆子的话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哟。你们喜欢喝这个豆子吗？你们喜欢它的什么风味呢？或者是如果你们不喜欢它的话，是不是跟我一样是因为不喜欢它的甘草味呢？好了，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你还在录吗？我这张脸肯定很美吧？